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 ControlNet 1.1版本。如果你是旧版本1.0版本，或者是没有安装，你可以跟着我的视频来看一看1.1版本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地方是我安装的1.1版本的 ControlNet，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预处理器。你可以看一下变得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名字有一定的更改，变得更规范了。它的这里的模型，我这里没有下几个哈。它这里的模型是包含了之前所有的模型，并且比之前模型更优化，图片生成的质量远胜之前的版本。它还新增了一些模型，目前总共的一个模型是14个，然后12个已经是完成了，有2个在测试，有1个还未完成。那么这个插件到底是怎么去安装？安装之前提醒一下，如果你之前安装过了 ControlNet 1.0版本，你只需要去更新就可以了。就是在这里扩展，然后这里已安装，点击这里检查更新，然后应用并重启。我这里因为插件比较多，它更新有一定的时间，我就不去更新了。然后这个是这种，如果你不确定，就是不放心，那你还可以就是到我们的 WebUI 的一个目录，然后找到 Extensions， 点进去，找到 ControlNet 这个文件夹，你把它删掉，就是重新再去安装我们的 ControlNet 1.1版本。那么这个我建议就是原来的旧版本你要备份，然后再去删掉，因为像软件的使用，特别是尝试新技术或者是安装一些新的插件，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使你软件文件损坏，导致无法运行。所以你备份过了的话，那还可以去拯救回来，对吧？所以我是建议去先备份了之后再删除，再去安装我们的 ControlNet 1.1版本。然后它怎么去安装？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这里的扩展、可用、加载字。因为之前插件我已经安装过了，这里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安装。我这个地方就必须要点掉，就是不去勾选它。如果你们没有安装过的，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去管的。你们直接来到这个页面之后，直接 Ctrl 加 F， 然后去输入 ControlNet， 然后去搜索它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插件，然后你搜到这个插件之后，你直接点后边这里 Install， 然后进行安装就可以了。然后安装好了之后，你点这里已安装，然后应用并重启，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了。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从网址安装，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你把这个地址复制粘贴到这里来，然后粘贴好了之后，你直接点这里安装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二种方法。2种方法，就这种跟这种2种方法，你可能都会因为一些就是网络等原因安装不下来，那怎么办？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地址复制，然后在浏览器打开。然后进入这个页面之后，你直接点这里的绿色的图标，点这里 Download 就可以下载这个插件的压缩包了。当然我不去下载了，因为之前我已经下过了嘛，然后我就不下载了。这个压缩包你要进行解压，解压过后的那个文件放在哪里？就是你要回到你的 WebUI 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找到 Extensions， 找到这个文件夹，点进去，你把你刚刚解压过后的一个文件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文件，明白了吗？你放好了之后，你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可以了。然后这是第3种方法。第4种就是可以复制这个指令，就是你点这里。然后复制好了之后，你回到你的 WebUI 的这个 Extensions， 然后这个文件夹下边，然后你到了这里之后，你点这个地方，然后输入 PowerShell， 然后再回车就可以进入这个命令窗口，然后你在这里输入 Get Clone。把刚刚我们复制的那个指令复制粘贴过来，然后注意了，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get 这样的一个字样的，你复制好了之后直接回车进行运行，它就会自动下载这个文件夹，因为我这里就已经有了，我就不运行了，就是这个，它自动会下载，然后我把它擦掉，你这儿下载好了之后，一样是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你就有这个插件了。就是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以上就是插件的4种安装方法。接下来我们是要去准备这个插件所需要的模型，就是这里这个模型是需要进行下载的，你可以去 Hugging Face 上边进行下载，它的一个地址我同样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你要复制，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然后来到这个页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模型还是非常多的，它比1.0版本的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对模型和预处理器它进行了更规范的文件命名。我们先来看一下模型的命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它的官方的介绍里边去看一下，这个地址我同样会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下来看一下哈。这里它模型的命名方式是这样的，像第一个部分 Control， 它是代表官方模型，我们之前使用的那个 Color 和 Style， 它是属于第三方模型，它们是 T2IA 开头的。就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是 T2IA 开头的这样的一个字样。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这里的 V11 它是代表的1.1版本，然后这里的 P 它是代表这个模型已经正常使用，这是它的表示嘛。如果这里是 E， 就是这个地方，它是 E， 就代表这个模型正在测试和实验。U 是代表这个模型还没有完成。其实它还有一个 F1， 它是代表这个模型因为 bug 被修复过一次。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这个Dips， 你可以看一下，它中间就有 F1 这样的字样，就说明它之前是出现了一定的 bug， 然后被修复了，重新上传了一次，然后后边跟了一个 P， 就表示完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这里的 SD15 它是代表的我们使用的 Stable Diffusion 1.5 版本，如果是 SD21 就是 Stable Diffusion 2.1 版本。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的版本的一个表示。然后这里 Kali 呢，它是代表模型的功能名字，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名字哈。然后这里的 PTH。然后它是这个模型的格式，就是文件格式，它是有一个配套文件的，就是有一个 YAML 这样的一个配套文件，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吧，这里有一个 PTH， 它对应的这里有一个 YAML， 这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说它两个是配套的，你下载的时候两个都要进行下载。就是这两个，当然我们现在下载就是从那个网址安装啊等等，现在下载它像这个 YAML 这个配套文件，它是直接给你安装好了的，就是下载好了的。你可以看一下它是在哪里，就是我们进入到这个 ControlNet 里边，然后这里有一个 Models， 像这些 YAML 文件，它是已经给你下载好了的，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在这里下载了3个模型，就是这3个模型。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命名，明白了吗？然后这里我们解释完成之后，就是模型的下载，我们可以回到这个 Hugging Face 这边。然后这个模型下载，你注意了，你不要去点到这个模型，然后右接，就是这样去进行下载，那有可能下载的那个文件不是正确的 PTH 或者是 YAML 文件，你可以单击后边这里的一个小下载箭头图标，这样进行下载，就它的一个下载方式就不会有问题了，明白了吗？下载后的一个文件都是放在这个地方来，就是你要找到你的 WebUI 的一个目录，然后找到这个 extensions， 然后进来之后你找到你的 ControlNet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找到 Models， 然后就把你刚刚下载的那个文件都放到这个边来，然后就可以了。再次提醒一下，就是你这个地方你的这个模型，然后和它的这个配套文件两个都必须要存在，你才能使用哈，就是不要丢掉了，就是这一块。然后下载后的那个模型在哪儿去看？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回到这里，然后这里模型，然
然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你下载过后的模型。如果你没有出现，你可以点这里进行刷新，它就有这个模型了，明白了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预处理器。一般的话，我们的 Pansy 它会自动下载预处理器的。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你需要的预处理器，或者是缺少预处理器，你可以到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地址，同样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地址，预处理器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下载的。然后下载好的预处理器你要放在哪儿？你要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你回到你的 WebUI 的根目录，然后 Extensions， 然后 ControlNet， 然后这里有个这个文件夹，你点进去，你的预处理器都是放在这里的。你可以看一下 Kali， 然后这边对吧 Color， 然后 Head。就是等等预处理器，你可以看一下。当然，你在这里你就建一个文件夹，把那个名字写上，然后你把你的预处理器，比如说这样的预处理器，然后放进来就可以了，明白了吗？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预处理器。ControlNet 1.1 版本中升级和加入了许多的一个算法，但是你看到这么多的一个预处理器，是不是觉得有点懵？因为太多了，对吧？有的模型可能对应多个预处理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该选哪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大家来看到这张图，这里是 1.0 版本的预处理器，这是 1.1 版本的预处理器，这是 1.1 版本所对应的模型以及这里的模型名称，我都有给大家去列出来，简单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像前三个 Kali、MLSD、Llama， 它分别对应的就是边缘检测、直线检测、法线贴图，就是这三个。1.1 版本它比 1.0 版本要更好，相当于是这个 1.0 版本的一个升级版，就是这个 1.1 版本，它生成的一个图的一个效果会好很多，大家可以下来试一下。这里呢是我们的深度图 Dips， 然后它是有3个预处理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这里我给大家提前去生成了，然后像第一个它给我们的那种感觉是一个浅度图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这里的 Medas， 然后它类似于我们之前 1.0 版本所使用的那个深度图计算出来的，它是速度最快的深度图处理办法。然后这个版本的深度图，它的处理速度它是略慢于这个 Medas 这个算法的，但是这个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它更精细，空间也更立体，所以大家选深度图的时候优先选择这个算法，明白了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这个地方，这里是 SoftEdge 软边缘，它有4种预处理器，然后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之前 Head 算法的一个升级版本。那这4种预处理器它有什么就是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我提前生成好的，像这个 Head 和 PadNet 它都是边缘检测算法，后边呢加了一个 Self， 然后它是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安全措施，以防止输出的图像带有不良的一个效果，或者是不适当的一个内容。那这4个预处理器，官方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 PadNet 这个算法，它更稳定，但是效果最好的、质量最好的还是这个 Head 算法，就是这个。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OpenPose， 它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用的比较多的。现在它有不同的一些组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到这个插件这里，然后你拖入一张图片进来。然后点启用，这个地方预处理器我们要选择 OpenPose。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的 OpenPose， 它这里就只有身体，这里的模型你要选择对应的 OpenPose。然后预览图这个地方它不是在下边去选择了，而是在这里选择勾选，然后它会出现这个爆炸的图标，然后你点它，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预览图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览图。就只有身体，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第二个，这里 OpenPose Face， 也就是说它是身体加脸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同样去预览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效果，它是身体加上表情，就是脸部表情这样进行组合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就是这个 Face Only，也就是说这个生成出来的它就只有脸。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嘛，它就只有这个脸，也就是只会识别这个脸部的一个表情。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Open Pose Hand，也就是说是身体加手，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同样去生成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它是身体加上手部这样的一个形式的。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 Open Pose Full，它是表示的是它既有身体又有脸又有这个手，就是三者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生成看一下这个预览图，你可以看一下，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上边生成一下，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效果，看一下它的那个表情是不是就是很好的那个正向。嗯，然后它是树图，我们这儿512×768，这些我们暂时默认吧。然后我们生成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效果图是怎么样的。然后注意了，这里你要使用这个预览图案，如果你是第一次，然后去使用的话，它会下一些东西，然后也就是会慢一些，然后后边就不会了。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然后我们把原图拿进来看一下，对比一下，看它的一个表情识别的怎么样。这样，这个是它的原图，你可以看一下。其实表情识别还是 OK 的，只是说这个脸有点崩了，可以看一下的。你可以多去试试看它的一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哈。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Open Pose，你喜欢用哪种组合你就用哪种组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这是涂鸦的一个方式，它有3种预处理器，我们也是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可以看一下这些效果，这个呢跟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原有的那种形式涂鸦的一个形式。我们着重讲一下这个 XDog 这个预处理器，然后这个算法呢，它是基于高斯差分的图像边缘检测算法，可以让我们得到一张具有良好的边缘保留和细节保留的边缘图像。你可以看一下，像前边这2个就是涂鸦，像它的脸部。你可以看一下，都很粗略，然后手啊都很粗略。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是有眼睛这些细节的，以及手这些细节，明白了吗？这个是我们的涂鸦。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语义分割，它也是分3个这样的一个预处理器的。第1个和第3个都是使用的 ADE20K 协议，它是支持150多种的一个颜色。而官方推荐的是使用这个 Coco 的一个协议，就是第2个，它的效果是要比另外2个要更好哈，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线稿的一个算法，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先看下边3个，就是这下边3个。这个是一个粗略模式，然后这个是一个详细模式。总的来说，我们用线稿的话，匹配度、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下来试试看哈。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线稿，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线条动漫，就是这个，它是适用于我们的动漫的，就是针对动漫的这样的哈，它是不支持猜测模式的，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反正它的一个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你用那种动漫2次元的，然后使用这个线稿的一个算法的话，是效果比较好的。下一个我们来看到这个 Inpainting 修复模型，然后它很像我们图生图中的一个局部重绘，因为我没有下载这个模型，没办法给它看。然后我们去那个官方的介绍里头去看一下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然后这个就是 Inpainting，
然后它的一些介绍了，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就是它把这里的头部给遮起来了，然后去生成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图片，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法，就类似于我们的那个图生图中的那个局部重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模型，是这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还在测试当中哈，然后它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一样的，我们以这个为例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模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效果是这样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它生成的预览图的一个效果，然后这边是它生成的一个图片。它给我的那个感觉有点像那个 Style，就是那种算法，大家可以下来试试看，还是蛮有趣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算法，就是这个 Pix to Pix，然后这个算法它是没有预处理器的，它是一半指令提示词和一半描述词来实现这个图片的变化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介绍哈，就是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指令提示词和描述词？然后它这里给了一个例子，这里这一个可爱的男孩，它就是一个描述提示词，然后这后边让男孩变得可爱，那么就是指示提示词，明白了吗？那么这个模型还在测试当中哈，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房子，它给的是这样的一个提示词，让它着火，对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着火，它生成的一个效果是这样的，明白了吗？然后这个是这个模型，然后还有下边这个模型，这个模型还没有完成，我就不说它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模型哈，就是这些模型，大家可以下去试试看。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